在北京这片美食荒漠里，烤鸭算是为数不多的绿洲了。但是知名烤鸭店里动辄上百的价格，还是劝退了很多人。烤鸭都这么贵吗？倒也不是，在街头不到20块钱就能买上一只色香味俱全的烤鸭。但是安全意识较强的顾客常常边吃边发出疑问：18块钱一只的烤鸭真的能吃吗？其实大部分街头烤鸭都是货真价实的，制作工艺也没有什么问题。跟正宗的北京烤鸭差价那么大，除了运营成本不同外，还有一个重要原因：北京烤鸭和街头烤鸭用的不是同一种鸭肉。目前中国的食用鸭肉产品主要有3种，一种是大型烤鸭坯，也就是北京烤鸭用的那种鸭，主要来源是本土的肉质型北京鸭，生长周期40天左右，3.25公斤以上才能出栏，是3种鸭中最贵的，光是饲养成本就在25块钱左右，每年的产量在3到4亿。另外2种是大白条鸭产品和小白条鸭产品，这2类大多是从英国引进的樱桃骨鸭。樱桃骨鸭也是北京鸭的一种，由英国著名樱桃骨公司在上世纪50年代末培育出来，1981年首次引进中国，现在已经占了约70%到80%的国内肉鸭市场。为了跟国内的北京鸭区分，被叫做樱桃骨鸭。大白条鸭是中国肉鸭的主力，生长周期也是40天，养成后体重3公斤左右，每年出栏量将近20亿。我们平常吃的酱鸭、咸水鸭、卤鸭等鸭肉食品，基本上都是这种鸭，饲养成本大概20块钱，比大型烤鸭坯低。还有一种小白条鸭，生长速度最快，30天就能出栏，重量一般不到2公斤，每年出栏量3到4亿，价格也是最便宜的。街头烤鸭基本上都是用这种鸭子做的。如果我们了解一下街头烤鸭从出生到出炉的全过程，就知道为什么可以卖得这么便宜了。首先是饲养环节，刚出生的小白条鸭雏一只价格大概在3.2块，饲养30天需要的饲料成本是7块，疫苗、抗体、消毒药水等防疫成本是2毛左右，再加上1块钱的人工费和设备折旧费，一只白条鸭的饲养成本只有11.4块。接下来是屠宰加工，养殖户以13.5块的价格卖给屠宰加工厂，利润是2块钱。屠宰加工厂收购鸭子后，再花每只平均2块钱的费用屠宰和加工，合在一起，屠宰场加工每只鸭子的成本是15.5块。加工后的鸭子是拆开来卖的，鸭的主体包括脖子和头是8.2块左右，鸭绒、鸭胗、鸭掌、鸭舌、鸭肠等零件总计可以卖到8块钱左右，跟鸭主体的价格差不多。从屠宰加工到售卖，每只鸭子的利润大概是7毛多。街头烤鸭只用到鸭的主体，也就是8.2块的鸭肉，加上物流和烤制的费用，分别是每只3块钱和2块钱。这么算下来，一只街头烤鸭的成本大概在13.2块。所以从生产流程上看，街头烤鸭完全可以做到10几块钱一只，还能赚上好几块钱。只不过你一定要挑正规的店去买它，才能尽可能保证便宜、好吃又安全。当然，鸭子不同，口味也不同。北京烤鸭脂肪多，更肥美；街头烤鸭瘦肉率高，更紧致。至于到底吃哪一款，可能不取决于烤鸭的口味，而是你的钱包。